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奔跑吧當白鹿變裝成為李晨後，有誰注意到范丞丞的反應？在最新一期奔跑吧新疆特輯中，一個原本看似普通的互換穿搭小遊戲，卻意外製造出年度級別的綜藝名場面。白鹿與李晨完成風格反轉的那一刻，現場笑聲已經難以收住，而范丞丞隨後拋出的靈魂吐槽，更是直接把這一段送上了熱搜討論區，成為觀眾反覆回放、截圖、做表情包的高光片段。這期節目之所以能迅速出圈，並不僅僅依賴誇張造型本身，而在於嘉賓之間天然流動的化學反應，那種無法被設計也很難被複製的真實歡樂。互換穿搭幾乎是各大綜藝的常駐環節，但在奔跑吧中，這一環節總能不斷升級。原因很簡單，節目組選對了人。白鹿與李晨本就是風格反差極大的兩種存在，一個是以靈動、甜感、親和力著稱的新生代女演員，一個是以硬朗、力量感、成熟氣質深入人心的跑男老大哥。當白鹿毫不猶豫地選中李晨的經典黑色皮衣時，現場已經隱隱預感到名場面正在生成。對白鹿來說，這件皮衣不僅是一件衣服，更是一種象徵。它代表着李晨在奔跑吧中多年建立起來的力量擔當形象，黑色、厚重、線條分明，自帶壓迫感。然而當這件皮衣被套在白鹿身上，卻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。Oversize 的剪裁沒有壓住她的身形，反而在纖細肩線與修長比例的對比下，製造出一種甜美誤入硬漢衣櫥的視覺衝擊。白鹿顯然很懂鏡頭語言，她沒有選擇刻意賣萌，而是乾脆順着皮衣的氣場走高，馬尾利落豎起，袖口隨意挽到小臂，露出手腕與線條，抬手整理衣領時的挑眉動作，甚至神態都在模仿李晨平時的起範兒。這一瞬間，她不再是甜妹白鹿，而是帶着幾分戲謔意味的皮衣老公姐。連李晨本人都忍不住調侃，這衣服在她身上突然有靈魂了。一句玩笑，卻精準點出了反差的精髓。如果說白鹿穿皮衣是反差感美學，那李晨穿上白鹿的清甜風上衣，則是徹底的喜劇效果拉滿。這件上衣原本設計給身形纖細、風格柔軟的人穿，落在李晨身上卻立刻變成了賣家秀與買家秀的經典對照。袖子長到遮住半隻手，衣擺鬆鬆垮垮地晃在腰間，硬朗的肩線被柔軟面料包裹，整個人仿佛被強行塞進了不屬於自己的次元。更好笑的是李晨的被迫營業，他努力擺出自認為可愛的 pose， 卻因為身材與氣質不匹配，反而顯得笨拙又誠實。那種我已經盡力了的表情，瞬間擊中了觀眾的笑點。真正讓這一段徹底封神的是鏡頭切到范丞丞的那一刻。節目組的剪輯堪稱教科書級別，前一秒是白鹿一眨眼就長大的反差畫面，後一秒直接切到范丞丞的表情特寫。他先是明顯愣住，瞳孔放大，嘴巴微張，手指着白鹿遲遲說不出話，仿佛在努力確認眼前的人是否還是自己認識的那個白鹿。幾秒之後，情緒徹底失控，爆笑出聲，捂着肚子彎下腰，終於擠出了那句後來被無數網友反覆引用的金句：不是，白鹿，這是你被黑最慘的一次。雙引號。這一句話角度刁鑽卻毫不惡意，精準戳中造型反差的核心，又帶着朋友之間才有的調侃分寸。現場瞬間笑成一片，李晨直拍大腿，鄭愷、沙溢也跟着拍腿狂笑，白鹿本人更是笑到直不起腰。白鹿與范丞丞這對顯眼包姐弟，早已是奔跑吧的快樂源泉。從過往的碳粉大戰、陣營對抗，到各種遊戲中的毫不留情拆台，
他們之間的互動始終帶着一種非常難得的真實感。范丞丞的吐槽之所以成立，是因為他從不越界；白鹿之所以接得住，是因為他足夠自信，也足夠敢玩。兩人之間沒有人設包袱，也不需要刻意制造衝突，一句即興反應就能引爆全場。在如今不少綜藝被質疑設計感過重、情緒太滿的背景下，這種自然流露的快樂反而顯得格外珍貴。回看這一段名場面，會發現它成功的原因並不複雜。極致反差，甜妹穿硬漢皮衣，硬漢擠進少女上衣。真實反應，范丞丞沒有預設笑點，反應完全跟着情緒走。關係基礎，嘉賓之間足夠熟，吐槽才成立。剪輯客製，節目組沒有過度渲染，而是精準放大情緒點。這不是單靠造型博眼球，而是3種元素自然碰撞出的化學反應。從白鹿與李晨的風格互換，到范丞丞的靈魂吐槽，這一段再次證明了奔跑吧的核心魅力始終沒有變，它依賴的不是噱頭，而是人。當嘉賓願意放下偶像包袱，當朋友之間敢於真實互動，當笑點來自即興而非安排，觀眾自然願意為這種快樂買單。當一檔綜藝播出結束後，觀眾真正能記住的，往往不是遊戲規則，也不是勝負結果，而是某一個瞬間、一個表情、一句話、一段真實反應。奔跑吧新疆特輯中這一段互換穿搭，恰恰就具備了高記憶點名場面的全部要素。白鹿穿皮衣，李晨反穿清甜風上衣，本身已經形成強烈視覺衝擊，但如果沒有范丞丞那句即興吐槽，這一幕或許只是好笑，卻未必封神。正是因為有人在恰到好處的時間說了最準確的一句話，這個畫面才完成了從好笑片段到全民玩梗素材的躍遷。綜藝真正的成功，不在於設計了多少環節，而在於是否給嘉賓留下了自由反應的空間。回顧范丞丞在奔跑吧中的表現，會發現他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輸出型搞笑擔當，他很少刻意搶鏡，也不靠誇張動作制造存在感，但他的優勢在於判斷極準，反應極快，分寸極穩。這一次的吐槽之所以讓人拍案叫絕，是因為他同時滿足了3個條件。站在觀眾視角，他說出了所有觀眾內心第一時間冒出來的感受，沒有加工感，不攻擊，不冒犯。被黑最慘的一次調侃的是造型效果，而不是白鹿本人。基於熟人關係，如果換成不夠熟的嘉賓，這句話很容易顯得冒失，但放在他們之間，反而顯得親近自然。這種剛好踩在安全線以內的幽默，其實非常難得，也非常考驗情商。白鹿在奔跑吧中的位置一直很微妙，她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神擔當，也不是純搞笑路線的綜藝咖，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存在。她願意好看，但從不執着於好看。這次穿上李晨皮衣，她沒有選擇用甜美去對沖硬朗，而是順勢而為，全盤接住。這種對反差的接納，本身就是一種極強的綜藝素養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從不害怕被黑。在許多女藝人仍然謹慎維護形象的環境裡，白鹿敢於接受最不像自己的造型，敢於讓鏡頭記錄下最誇張的狀態，也敢於在范丞丞吐槽後第一個笑彎腰。這種鬆弛感，正是當下觀眾最渴望看到的東西。如果只把李晨這一段當作猛男搞笑，那其實低估了他的綜藝判斷。作為節目中資歷最深的嘉賓之一，李晨非常清楚什麼時候應該讓出中心位置。穿上明顯不適合自己的衣服，配合擺出略顯笨拙的姿勢，本質上是一種主動成就他人的表演。他沒有搶白鹿的風頭，也沒有壓過范丞丞的吐槽，而是用最反差的方式拖住了整個名場面的完成度。這也是為什麼觀眾會覺得這一幕舒服，沒有人用力過猛，每個人都在合適的位置上。
這一段被廣泛傳播的名場面，離不開節目組的剪輯判斷。他們沒有用誇張音效反覆強調笑點，也沒有頻繁插入回放打斷節奏，而是用前後對比加人物反應的方式，把情緒自然推向高潮。尤其是白鹿前後變化的對照剪輯，為范丞丞的吐槽提供了完美鋪墊。好的剪輯不是製造情緒，而是放大已經存在的情緒。在這一點上，奔跑吧顯然越來越懂觀眾想看什麼。在社交平台上，這一片段被反覆剪輯、二創、截圖，甚至單獨拆分成表情包使用。這說明它已經脫離了節目本身，成為一種可被獨立消費的快樂內容。原因很簡單，它足夠短，足夠密集，足夠真實。你不需要了解完整節目背景，也不需要認識所有嘉賓，僅憑白鹿的造型、李晨的反差、范丞丞的反應，就能立刻進入情緒。這正是短視頻時代最稀缺，也最有傳播力的內容形態。不可否認，近年來觀眾對綜藝的耐心正在下降。套路化的流程、預設好的衝突、過度放大的情緒，很容易讓人產生疲勞感。而奔跑吧這一段之所以顯得格外清新，是因為它幾乎沒有設計痕跡。嘉賓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，反應也完全跟着現場走。這種不可預測性，正是綜藝最初吸引人的地方。觀眾想看到的不是完美的人設，而是真實的人。一個成功的名場面，不只是製造笑點，更會反過來強化節目本身的氣質。白鹿的敢玩，李晨的托底，范丞丞的快嘴，讓觀眾再次確認奔跑吧依然是一檔以人為核心的綜藝。它不需要刻意製造衝突，也不靠極端情緒博關注，而是用朋友之間的默契持續輸出穩定的快樂。這或許不是最炸裂的綜藝方式，但一定是最耐看的。結語：真正的好綜藝永遠發生在意料之外。當白鹿穿上不屬於她的皮衣，當李晨擠進不適合他的清甜上衣，當范丞丞脫口而出那句毫無準備的吐槽，這一切都不是精心編排的結果，而是人與人之間真實互動的自然產物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它才會被反覆記住，反覆提起。在這個越來越追求效率與效果的娛樂時代，這樣一段純粹因為好笑而好笑的畫面顯得格外珍貴。或許這正是奔跑吧依然能夠陪伴觀眾這麼多年的原因。他始終相信，最好的名場面永遠來自真實的瞬間。